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，是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和婚姻适应的真实案例。我在婚恋服务行业这么多年，见证了无数跨地区的婚姻，但说实话，两岸婚姻的差异性真的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月，是个北京姑娘，今年27岁，在某航空公司当空乘，不过现在因为抑郁症正在休假中。身高171厘米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就是眼神总给人一种空洞感。小月的家庭条件一般，爸爸是工厂电工，妈妈在百货商场当导购。要说小月这孩子命挺苦的，她9岁那年有一次和奶奶独自在家，遭遇了入室抢劫，被歹徒反锁在衣柜里好几个小时。这事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但家里人不理解她的心理创伤，总觉得她是矫情。丽姐，我真的很怕狭小的空间，我会喘不过气来，心跳加速，感觉要窒息了，但我爸妈就是觉得我在装。小月第一次来找我咨询时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中学时期，她因为这种奇怪的表现被同学孤立，只能独自承受心理煎熬。好不容易熬到高考，勉强考上了空乘专业，她告诉我，选这个专业其实是希望能通过飞行克服恐惧。我以为如果能一次次战胜恐惧，我就能痊愈。她说这话时的表情让我特别心疼。入职后，小月强迫自己面对密闭的机舱，靠药物控制焦虑。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则每次飞行都是一场与自我的搏斗。有一次长途飞行中，因为药物副作用在服务时晕倒了，被公司记过处分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病情，直到某次航班遇到严重气流颠簸，她当众崩溃恐慌，被强制休假。父母知道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我的身体状况，而是找个人嫁了就好。小月苦笑着说，好像我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婚姻解决似的。休假后，小月搬回了父母家的老房间，每天靠心理治疗和药物度日，存款迅速耗尽。未来一片迷茫，航空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终结。就在这时，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阿杰，一个来自台湾花莲的小伙子。阿杰是来北京出差时通过共同朋友认识小月的。阿杰今年32岁，台湾花莲人，家里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民宿，靠着当地的旅游业过得还算滋润。他性格温和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第一次见面就给小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丽姐，我觉得阿杰和北京男生不太一样，他很细心，说话很温柔，而且似乎很尊重我的想法。小月第一次和阿杰约会后给我打电话，语气中透着些许兴奋。两个人迅速发展，开始了网恋。在线上交往的3个月里，阿杰几乎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经常给小月寄一些台湾的小零食和特产。对于从小缺乏关爱的小月来说，阿杰的细心和体贴就像一剂良药，让她的抑郁症状有所缓解。丽姐，我好像爱上他了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他太会照顾人了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感觉自己被治愈了。小月红着脸对我说，6个月后，阿杰向小月求婚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婚，小月犹豫了。她担心自己的心理问题会影响婚姻，也担心两岸文化差异会成为障碍。丽姐，我该答应吗？我害怕自己会后悔。小月来向我咨询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知道两岸婚姻确实存在很多挑战。首先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其次是语言表达不同，还有价值观的碰撞。但我也相信，只要双方足够包容和理解，这些问题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你想好了吗？去台湾意味着你可能要放弃在北京的一切，包括你的职业和朋友圈。我认真地问他，我在北京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工作已经没法继续了，父母对我的理解有限，朋友也不多。也许换个环境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小月看起来已经下定决心。在我的建议下，小月去台湾住了1个月，体验当地生活，也见了阿杰的家人。回来后，她决定接受求婚。丽姐，她家人对我特别好，尤其是她妈妈。知道我有心理问题后，主动陪我去看了当地的心理医生，还帮我联系了长期的治疗。小月感动地说。于是在认识1年后，小月和阿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然后她办理了相关手续，正式移居台湾花莲。
刚开始的日子，小月过得像做梦一样。花莲的环境优美，生活节奏慢，阿杰和家人都对她很好，这些都对她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但好景不长，婚后3个月，问题开始显现。丽姐，我觉得我可能错了。一天深夜，小月给我发来语音信息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原来小月发现阿杰家里有个习惯让她非常不适应，每个月阿杰都会把工资的一大部分交给父母，只留一小部分作为夫妻共同开支和个人花销。这在台湾的一些家庭中是很常见的做法，尤其是在传统家庭里。我不是小气的人，我也尊重他孝顺父母，但是这么大一笔钱，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直接就给了，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。小月抱怨道，在大陆，虽然孝顺父母是传统美德，但一般来说，已婚夫妇会先考虑自己小家的开支和储蓄，然后再给父母一些零花钱或者逢年过节送礼物。而且这种经济安排通常会在夫妻之间充分沟通。他每个月要给父母2万台币，我们自己才留1.5万用。我刚来没工作，完全依赖他，这让我很没安全感。小月继续诉苦。我问他是否和阿杰沟通过这个问题，说了，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有意见。他说这是他们家的传统，他从工作开始就这么做了，他父母也对我很好啊，家里的民宿生意也不错，他们不是真的需要这笔钱，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孝道表现。小月无奈地说，这确实是两岸文化差异的一个缩影。在台湾，特别是在一些传统家庭中，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很强，子女即使成家后也会定期给父母固定的生活费，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孝道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现代都市家庭中，这种做法已经不那么普遍了。而且他爸妈知道我有心理问题后，虽然表面上很支持我去看医生，但私下里我听到婆婆跟邻居说我是神经病，说他们儿子娶了个北京来的神经病。小月的声音哽咽了，听到这里我心里一紧。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大陆，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都是很常见的社会问题。婆婆还说，大陆女孩子都很娇气，稍微有点困难就撑不住了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委屈，我的病不是矫情，是真的痛苦啊。我安慰她，小月，不要着急下结论，每段婚姻都有适应期，何况你们还跨着海峡，多给自己和对方一些时间。可是丽姐，我现在每天都很难受，白天还好，晚上躺在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我是不是错怪台湾人了？是不是我太敏感了？又或者是我对台湾的生活方式期望太高了？我知道小月面临的不仅是简单的文化差异，还有心理疾病带来的额外挑战。抑郁症会放大负面感受，让人更容易对外界刺激产生过度反应。阿杰知道你的感受吗？我问，我不敢跟他说太多，怕他觉得我是在挑剔他父母。他那么孝顺，肯定会站在父母那边。这种担忧在跨文化婚姻中很常见，尤其是当一方深受原生家庭影响时。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文化本身，而在于沟通方式和相互理解的程度。丽姐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结婚？我带着一身的问题嫁给了阿杰，是不是对他不公平？小月的自我怀疑让我心疼。这时我觉得有必要给小月讲解一些关于台湾社会和婚姻文化的知识，帮助她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处境。小月，首先我要纠正一个认知偏差。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比较穷，这其实是误解。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排名靠前，民生水平很高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都很完善。真的吗？但为什么他们家对钱这么看重呢？小月疑惑地问。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家庭观念，钱不仅是经济资源，更是亲情和责任的象征。我接着解释，在台湾，子女给父母钱不一定是因为父母需要，而是一种尊重和感恩的方式。同时，很多台湾父母会把这些钱悄悄存起来，以后再以各种形式回馈给子女，比如帮忙付房子首付、资助孙辈教育等。小月听了若有所思，这么说我可能真的误会了。不全是，你的感受也很重要。在婚姻中，金钱安排确实应该是夫妻共同决定的事情。阿杰如果事先没有和你充分沟通，直接按照他的习惯行事，确实考虑不周。
那关于我的心理问题，婆婆在背后议论我，这方面，台湾和大陆其实差不多，对心理健康的认识都还有待提高。但台湾的心理医疗资源比大陆普及，社会整体上对心理问题的接纳度也在逐渐提高。你可以考虑带婆婆一起去咨询医生，让专业人士帮助她理解你的情况。我建议小月不要急于下结论，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当前局面。第一，找个合适的时机和阿杰坦诚沟通，表达你的不安全感，但避免直接指责她的家庭传统，可以用"我觉得"而不是"你怎么样"开头的句式。第二，主动了解台湾的家庭文化和价值观，尝试理解背后的逻辑，这样即使不完全认同，至少能减少误解。第三，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支持系统，找一些同样是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或者当地的朋友分享经验和情感。第四，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找一份工作或者发展一项技能，增强经济独立性和自信心。最后，继续坚持心理治疗，不要因为婆婆的言论而放弃治疗。健康的你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关系挑战。小月听了我的建议，情绪稍微平复了些。丽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可能需要更多时间适应。只是这种文化差异真的很难一下子接受。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在搭建一座桥梁，何况你们还跨着海峡。给彼此多一些耐心和理解，好吗？挂断电话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小月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很多类似的案例。两岸婚姻的确面临着诸多挑战，但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和成长机会。1周后，小月又联系了我，语气比上次轻松了不少。丽姐，我试着按你说的做了。前天晚上，我主动和阿杰聊了聊我的感受，没想到他其实一直在担心我不开心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问。我们谈了很久，他答应以后关于钱的事情会先和我商量，而且他也同意可以适当减少给父母的金额，太好了。沟通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，我由衷的替他高兴。还有，我发现台湾人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，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更内敛，不太会直接说"我爱你"之类的话，但会用行动表达关心。阿杰每天下班都会给我带一份小点心，周末带我去看海，这些细节其实都是爱的表现，只是我以前没注意到。小月的领悟让我感到欣慰。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爱的语言是相通的，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。对了，丽姐，我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。台湾人很喜欢用"厉害"这个词，但他们说的厉害和我们北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。有一次我做饭失败了，婆婆看了说哇，好厉害哦，我当时还以为她在嘲笑我，后来才知道这是表示情况很严重的意思。小月笑着说，语言表达的差异也是两岸婚姻中常见的小障碍。虽然都说中文，但用词习惯和语气表达往往有很大不同。关于婆婆说我的事，我也想通了。她可能确实不太理解心理疾病，但她给我找的心理医生很专业，费用也都是她出的。行动上她其实是支持我的，只是观念上需要时间转变。小月的理解和宽容令我感动。成长不仅仅是对方改变来适应你，也包括你自己学会接纳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刚开始我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的偶像剧里。来了之后才发现，这里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高。路上很少见到豪车，但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子。超市里东西不一定比北京多，但食品安全标准特别严格。人们不会炫耀奢侈品，但生活细节中的品质感很强。小月的观察很到位。台湾社会确实有一种低调而实在的富足感，不是靠名牌和豪车来体现，而是表现在生活品质和社会制度上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这里的医疗系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。我在北京看心理医生，一次至少要500-600，而且要提前1个月预约。在花莲，普通门诊就能看到专业医生，费用也低很多。我点点头，是的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在全球都很有名，尤其是对心理健康的覆盖比大陆要全面得多。丽姐，我现在每天还是会难过，但没那么绝望了。我开始试着融入当地生活，学习闽南语，也帮婆婆一起打理民宿。我发现自己忙起来，病情也会好一些。听到小月的变化，我心里充满了欣慰。
从抑郁症患者到新婚妻子，再到异国他乡的适应者，她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力量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昨天我和婆婆一起去菜市场，她教我怎么挑选新鲜的海鲜，还给我讲了好多花莲的历史和风俗。回家路上，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：女儿，谢谢你远嫁到我们家，让阿杰这么开心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小月的声音中带着幸福的颤抖。我知道，小月的跨海婚姻之路才刚刚开始，未来还会有更多挑战等着她。但她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，学会了理解与包容。丽姐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嫁的不只是阿杰一个人，而是他的家庭、他的文化和他的整个世界。我需要时间去适应，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。是啊，婚姻从来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结合，而是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的交融。跨越海峡的婚姻更是如此。丽姐，我现在每晚睡前都会问自己，我错怪台湾人了吗？答案是既是也不是。我确实有些文化误解，但我的感受也是真实的。重要的是，我和阿杰都在努力理解对方，建立属于我们的新文化。小月的领悟让我深感欣慰。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我见证过太多因文化差异而分道扬镳的情侣，也见证过像小月这样通过理解和包容战胜困难的例子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台湾人有句话叫行行出状元，意思是每行每业都能出杰出人才。我觉得婚姻也是一样，没有完美的模式，只有不断调整和磨合的过程。我现在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儿媳，在学习如何爱自己。小月啊，你这种态度真的很棒。婚姻本来就是一门终身学习的课程。我由衷地赞叹道。2个月后，小月再次联系我，这次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兴奋。丽姐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原来小月利用自己的空乘经验，在花莲的一家旅行社找到了一份导游工作，专门负责接待大陆来的游客团。老板说我既懂大陆人的心理，又在台湾生活过，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。薪水虽然不高，但工作时间灵活，我可以继续去看心理医生。太好了，工作对你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，更是心理上的依靠。我为他高兴。是的，我现在每天都有事做，认识了很多当地朋友，也不会整天胡思乱想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了自己的收入，不用再为花阿杰的钱而感到愧疚。工作带给小月的不仅是经济独立，更是自信和社交圈的扩大。她告诉我，现在她每周都会和几个同样嫁到花莲的陆配聚会，互相分享生活经验和情感困惑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现在和婆婆的关系好多了。上周我用第1个月的工资给她买了一条丝巾，她感动得不得了，抱着我哭。原来她一直担心我看不起他们家，觉得北京姑娘瞧不上花莲这个小地方。我笑着说，看吧，很多时候矛盾就是因为相互不了解造成的。是啊，婆婆后来告诉我，她当初听说儿子要娶北京女孩，其实很忐忑。在她的印象里，大陆城市女孩都很时髦、很强势，看不上台湾男生。她怕我会看不起阿杰，更怕我会看不起他们家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担忧在台湾传统家庭中其实很普遍。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，一些台湾人反而对大陆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仰视心理，尤其是对来自北上广这样大城市的人。婆婆还说，她背后议论我的心理问题，其实是因为害怕和不理解。后来通过陪我去医院，听医生解释，她开始明白抑郁症是真正的疾病，不是矫情或者装出来的。现在她每天都会提醒我按时吃药，天气好的时候还陪我去海边散步，说阳光对我有好处。听着小月的分享，我能感受到她与婆家关系的微妙变化。这种理解和接纳，正是跨文化婚姻最珍贵的部分。对了，丽姐，那个让我纠结的家用问题也解决了。阿杰现在先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我们共同账户，用于日常开销和未来计划，然后再给父母固定的生活费。关键是每个月他都会和我商量具体数额，让我感觉被尊重和信任。这是个很好的妥协方案，我点头赞同，既保留了台湾的传统美德，又照顾到了你的感受。是的，而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阿杰给父母的钱大部分都被他们偷偷存起来了。上个月我们想换台新冰箱，
婆婆立刻拿出一笔钱，说是她的私房钱，要给我们添置家电。这正是我之前跟小月解释过的台湾特色循环经济，父母受到子女的孝敬，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回馈给下一代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姐开始学习了解我的文化背景。她主动跟我说想去北京看看，了解我成长的环境。她还在网上学习普通话，虽然发音很奇怪，但那种努力的态度真的很感人。我能想象出阿杰用台式口音说普通话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这就是爱的力量啊！丽姐，我现在也在学闽南语和台语，虽然很难，但能看到婆婆每次听我说台语时眼睛里的惊喜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我们家现在成了多语家庭，阿杰说普通话，我说台语，有时候闹出很多笑话。语言的交融往往是文化交融的第一步。小月和阿杰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建立属于他们的第三文化，既不完全是台湾的，也不完全是大陆的，而是两者的融合与创新。最近我的心理状态也好多了，医生说我的抑郁症状有明显改善，药量也减少了，我觉得这和环境有很大关系。花莲的生活节奏慢，压力小，每天能看到海和山，心情自然就平静了很多。环境确实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调整和成长。我由衷地说，还有一件事，丽姐，我最近开始写博客，记录我在台湾的生活，分享两岸文化的异同。没想到居然有不少读者，很多准备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都来咨询我经验。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可能真的能帮助到别人。小月的成长让我感到欣慰，从一个满是心理阴影的女孩，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人，这种转变是多么珍贵。小月，记得我们第一次聊天时，你问我错怪台湾人了吗？现在你自己找到答案了吗？电话那头，小月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想错不在台湾人，也不在大陆人，而在于不理解和先入为主的判断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，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敞开心扉去接纳和理解。说得太对了，我赞同道。丽姐，其实我现在挺感谢那次彻夜反思的，如果没有那次冲突和思考，我可能永远停留在表面的适应上，而不会真正理解台湾文化的内核。有时候矛盾反而是让关系更深入的契机。小月的领悟让我感到欣慰。作为一个婚恋顾问，我最大的满足感就是看到来访者从困惑到领悟的过程。对了，丽姐，我和阿杰计划明年回北京过春节，带着他父母一起。我想让他们见见我的父母，也让他们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。也许他们能从中理解我的一些行为和想法，这是个很好的主意。文化交流是双向的，让双方家庭都有机会了解对方的背景，对你们的婚姻肯定有好处。是啊，我已经开始计划带婆婆去北京哪些地方了。她一直对故宫和长城很向往，说想亲眼看看老祖宗留下的宝贝。听着小月的规划，我仿佛看到了一座文化的桥梁正在她和阿杰之间搭建。这座桥不仅连接着他们两个人，还连接着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。丽姐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开导和支持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这段婚姻了。小月真诚地说，不用谢我，小月，每一段婚姻都需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。你和阿杰的故事会成为很多跨海婚姻的借鉴和启发。结束通话后，我坐在窗前，望着远处的天空，心中满是感慨。作为一个婚恋顾问，我见证过太多婚姻的起起落落，但像小月这样的成长故事，总是给我带来特别的欣慰和力量。两岸婚姻看似是两个人的结合，实则是两种文化的交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既需要彼此尊重和理解，也需要保持自我的独立和成长。小月和阿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文化差异不是障碍，而是婚姻中的一种财富。他们让我们有机会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或许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，不是融为一体，而是互相成就更好的彼此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跨文化婚姻的挑战，希望小月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发和勇气。记住，理解和沟通永远是解决问题的钥匙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